细小的树枝要足够的小心，才能采摘到树梢上的果实。鲜甜的小柿子一口一个，嘎嘣脆，味道极好。重新改造山坡下的山洞，让面积变得更大。而这用柿子泡出来的酒，你又是否喝过呢？清晨的雾气弥漫在山间，大地开始苏醒，又迎来了全新的一天。赛迦背着梯子，小慧拿了一根带钩的竹竿，来到了柿子里。青色的小柿子挂满了树梢，然而这种柿子的个头却还比不上我国的青枣。大小两口各自采摘了一个，品尝一下柿子的甜度，是否到了贩卖的时候？看着小慧吃得津津有味，好想把她手上的抢过来吃。等品尝完，两人正式的开始了今天的工作。赛迦把梯子布在树上，爬上去采摘高处的柿子，小慧则采摘矮低处的小柿子。枝丫上长的果实非常茂密，这也让采摘工作降低了难度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底下容易采摘的果子都被摘完了，两人不得不往高处进行采摘的工作。毕竟不是自己的果园，想摘哪就摘哪，必须要采摘完整棵树上的果子，才能到下一棵树上进行采摘。如此也方便以后果园的主人自己采摘。而这纤细的树枝也要格外的小心，要提前估略好自身的体重，不至于把树枝给压断了。较远树梢上的果实，还得用小慧自己带来的钩子，才能成功的采摘到。很快，两人就采摘了足够的柿子。灵活的小慧从3、4米的树上下来，如履平地，一气呵成。小两口把采摘的小柿子分别装进2个竹篓中，如此多的数量，足够拿到街上的集市进行贩卖了。两人背上今天的收获返回农庄。等回来后，小两口把采摘回来的小柿子倒在大盆中，清洗一下，把表面上的污渍清洗干净，也方便到时候拿到集市中进行出售。等把所有的小柿子过了一遍水后，小慧把清洗完的柿子都装进背篓中，满满的一背篓还装不下所有的柿子，还需用一只白色的编织袋来装剩余的果子。如此多的柿子至少也有个5、60斤了。小慧背上竹篓前往街上的集市，然而另一边的赛迦则开始重新挖掘斜坡处的山洞。由于这阵子持续的下雨，原先的山洞出现了小面积的塌方，这次重新把小山洞挖成更大的，也能有更大的面积让猪群们休息。经过这段日子的分开喂养，3窝小野猪也成功的把奶给戒了，看上去也已经长大了不少。而这次赛迦在洞口前挖掘了一条浅沟，要在山洞和外面的地面之间做一层台阶，如此下雨天也能让山洞的地面保持干燥。赛迦用几根粗木棍作为2地分隔开的台阶，接着用挖出来的泥土把山洞里面的地面填平。在大山洞边，赛迦也保留了一个小山洞，如法炮制在洞口外一样，利用几根木棍作为台阶，然后用洛阳铲把洞顶的泥土刨挖卸下来，填充在地面上，把山洞地面和木头台阶砌平。忙完了底下的山洞，赛迦又来到了棚顶上，从斜坡上挖掘一些泥土，填充到石棉瓦和斜坡的交汇处，如此也能减少下雨时水的渗透，相对来说也算变相减少了塌方的可能。等忙完了山洞的建设后，赛迦拿着大铁勺，把玉米粒抛投进刚建设好的山洞中，让猪群们找到回家的感觉。而此时小慧也在街上紧锣密鼓地出售着自己从山上背下来的小柿子。此时的街上熙熙攘攘，并没有多少人，但这老嫂子却是个大客户，买了满满当当一大包的小柿子。然而她却是自己开水果摊的老板娘，妥妥的想当个3道贩子。当水果摊还没有卖这种小柿子时，说明了今天小慧的生意不会差，购买的顾客也是接二连三的到来，这小柿子的畅销程度也可见一斑。小慧摊位上的果子也逐渐变少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来往的客人也少了，还剩一些柿子，小慧也不打算卖了，收拾东西准备返回。
一个传送把小慧带回了农庄。小慧重新把柿子洗了一遍，接着找了一个玻璃瓶，把洗好的小柿子装进瓶中，然后用高度的白酒进行浸泡。柿子泡酒，有没有酒神来科普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充实又忙碌的一天也接近了尾声。农庄内自己繁殖的野猪群至少已经在40头以上了，都长势良好，鸡群的数量也在逐步的增加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滚圆的大柚子也到了采摘的时间。新的一天，从浇灌农庄内自己种植的蔬菜开始，新开垦的地块已经长出了绿油油的菜苗。独自一人的小慧却背着竹篓来到了老乡家的柚子园。作为经验丰富的2道贩子，像这种到老乡家的果园采摘成熟的果实，都是自己亲力亲为，既能保证果子的质量，也能在别人还没上市前自己抢到第一波红利。当然，对于挑选柚子，小慧也有自己的方法。成熟的柚子表皮因光滑细腻，手感硬邦邦的，表示皮薄且果肉饱满。若按下去有坑，说明果皮较厚，就不值得自己采摘了。由于柚子的个体比较大，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，小慧就采摘了满满的一竹篓柚子。再多放一个，就可能直接从竹篓中掉出来。趁着时间早，小慧背上刚采摘的柚子前往集市。凑巧的是，今天刚好是市日，集市中的人群川流不息，道路两边都摆放着很多自己养的家禽出售。小慧也在大路边选择了一个位置来摆摊，把竹篓中刚从山上背下来最为新鲜的柚子放在白色编织袋上。才刚刚把柚子放出来，就有小嫂子前来光顾，直接买走了2个柚子，也算是开门红了。由于今天的人流量要比往常多上好几倍，而柚子这种水果不仅酸甜可口，还比较廉价，所以小慧摊位上的柚子也快速的少了下去。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，小慧就把所有的柚子给卖了出去，只是在竹篓中还藏了一个，带回去给赛家尝尝咸淡。小慧收拾完东西返回农庄。而此时，另一边的赛家正在给农庄内的猪群准备食物。如今猪群的数量已经足有40头以上，赛家把调制好的食物倒进猪食槽中。由于猪群的数量过多，赛家直接用了6、7个猪食槽，把所有的食物给分开，如此也能减少猪群之间的争抢，也能让小家伙们来回穿梭到各个食槽中吃东西。等喂完了野猪后，赛家来到斜坡上的鸡窝，把正在趴窝的母鸡给抓在了手上。鸡窝中已经成功的孵出了3只毛茸茸的小鸡，赛家也顺手拿起了其他几个还没有出壳的鸡蛋，人工参与的帮着几个没出壳的鸡蛋包出几个出气孔。而农庄内新出生的小家伙也有着不少。对于农庄来说，现在的发展还在稳固上升。等忙完了动物们的事情后，赛家着手开始准备美食，等待小慧回来。把自制的笋干放进山泉水中清洗干净，等洗干净后，把笋干放在火上进行蒸煮。接着，赛家把买回来的排骨剁成小块，今天要做个笋干炖排骨。等把笋干完全煮透后，赛家把笋干都切成小块。准备好了所有食材后，赛家往烧热的铁锅中放入自制的猪油，接着把已经切好的排骨往锅里倒，进行翻炒。而后把生姜等所需的配料剁成细渣。而这种被晒成干的小果子又是什么配料？有厨神来科普一下吗？加入配料后，赛家再简单的翻炒一会儿排骨，让其入味。再把纯天然的山泉水加入锅中，最后把早已准备好的笋干也一并的放入锅中，开始慢炖。而此时，小慧也从集市中回来，拿出背篓中藏的柚子开始剥皮。自己拿出去贩卖的水果，连自己什么味道都不知道，总是有点说不过去的。等小两口把所有的果肉剥出来之后，在锅上煮的食物也差不多能出锅了。
鲜嫩的笋干排骨汤出锅，看着就让人忍不住的掉口水，加上一把灵魂小葱花，是最后的点睛之笔。忙碌的一天终于到最安逸的时刻了，小两口也坐了下来共进晚餐。几十米高的树上采摘新鲜的橄榄果，自己种植的毛豆迎来了巨大的丰收，卖不完的香蕉便宜了农庄内的猪群。新一天的来临，一大早，小俩口就穿梭在野草茂盛的山上，在大树下不时地抬头查看，寻找着野生的黑橄榄。参天大树上要找到细小且成熟的橄榄，也非常考验小两口的眼力。没过多久，两人终于在一棵大树上发现了橄榄果的存在。由于大树实在太高，赛迦就地取材，砍来一根竹子，准备制作一把临时的梯子，在竹子上开凿出2个相互对应的孔洞，接着把木棍砍成小段，敲进开凿处的孔洞中。如此，一个简易版的梯子就大功告成了。虽然看上去比较简陋，但在这丛林中还是非常实用的。小两口把刚做好的梯子用绳子固定在大树上，避免上树时梯子滑落。当然，对于这么简陋的梯子，还是存在着较大的风险。首先要考虑的是，踩脚的木棍是否能够承受自己的重量，其次还要预防梯子的侧滑。为了确保梯子的安全性，赛迦爬上几格就绑上一根绳子，降低侧滑的可能。当然，对于如此高的树，一个梯子还到不了树杈的位置，梯子以上的还需赛迦自己爬上去。脱了鞋，把长绳子系在腰上，方便一会儿运送工具。做完最后的准备，赛迦开始上树。有着这么一个梯子，确实能省下不少力气，但对于常年穿梭于丛林中的赛迦来说，爬树是作为一个丛林人最基础的技能。没多少功夫，赛迦就来到了树顶。专业的技能大家切勿模仿哦。赛迦拿出专门带来采摘橄榄的工具，开始了今天的工作。而当一些能够用手勾着的橄榄果，则直接把长有果实的树梢给折断，加快采摘的进度。然后直接的往树下扔，交给小慧打理。小慧则把赛迦扔下来带有果实的树杈，折掉多余的叶子，方便到时候运往街上的集市进行贩卖。1个多小时的持续采摘带来的竹篓已经装满了橄榄果。赛迦背上今天的收获，小两口返回农庄。等回来后，小慧拿上所需的东西，背上竹篓前往山下的集市。赛迦则开始制作今天的美食，把今年新上的糯米浸泡在山泉水中，吸取水分，接着把刚从山上采摘回来的橄榄果去皮去核。今天赛迦要做的美食就是黑橄榄蒸糯米饭。对于此种做法的美食，大家又是否见过呢？把剥出来的果实和吸饱水的糯米用手均匀的搅拌开，进行混合，而后装进蒸屉中开始蒸煮。等待美食煮好的时间里，赛迦来到猪棚，下边已经挂了一段时间变黄、完全成熟的香蕉，拿下来投喂给猪群们食用，让它们补充香蕉所含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。漫长的等待过后，在火上蒸煮的糯米饭也到了出锅的时间了，而小慧也已经回到了农庄，小两口开始了今天的欢乐时光。眨眼时间来到了第2天，小两口背着竹篓前往自家的农田。田里自己种植的毛豆已经完全的成熟，豆皮里面的豆子也非常的饱满。到时间收割了，等再老上些就不再叫毛豆了，而是叫黄豆。有些地方也叫它为大豆，各个地方有不同的叫法。由于种植的数量比较多，小两口拿着刀开始了漫长的收割工作。
当然一次性根本割不完全部的毛豆，这次两人也只是割了几条田垄的毛豆，余下的要等以后再进行收取了。为了方便此次的出售，小两口还需把毛豆从茎杆上采摘下来。经过漫长时间的采摘，小两口面前堆积了一层小山高的毛豆。赛迦把摘好的毛豆放进竹篓中，最终两人得到了2背篓满满当当的毛豆。小两口一人背着1个背篓，前往街上的集市。由于今天毛豆的数量较多，小两口一人找了一个地方摆摊。小慧选了一个3岔口作为自己摆摊的位置，而赛迦则还是选择来到了第一次自己摆摊的路牌底下，把所有的毛豆倒在铺好白色编织袋的地上，正式的开始了今天的生意。毛豆是一种在市场上非常普遍的食材，也是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食物。不仅卖得较为便宜，而且还有非常多的做法，直接水煮就能成为一道非常不错的下酒菜。去皮炒个肉末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做法，小编就不一一介绍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顾客一波接着一波的前来购买，小两口摊位上的毛豆也逐渐的减少，最终还是赛迦摊位上的毛豆先被卖完。赛迦整理完自己带来的东西，返回农庄。回来后，把昨天制作的黑橄榄糯米饭加热完，拿出来备用。接着把留着自己吃的毛豆倒进盆中，清洗干净，而后放进大铁锅中，加入纯天然的山泉水。高端的食材，往往只要最为朴素的方式进行烹饪，才能保留食材中最纯正的味道。让锅在火上煮着，赛迦来到猪圈中，把挂在猪棚上成熟变黄的香蕉拿下来，劈成小段，投喂给猪群们食用。当然，这些香蕉除了能给猪吃，自己也可以吃上一个垫垫肚子。等喂完猪，赛迦在鱼塘边的斜坡上劈砍一些刚长出来的橡草，投喂给鱼塘中的鱼儿食用。由于经常下雨的缘故，如今的水位已经完全的饱和。等忙完了这些后，铁锅中水煮的毛豆已然已经煮熟。此时小慧也卖完东西回到了农庄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小两口坐下来开始了今天的晚餐。